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小梦，你若换上女装，必定艳绝天下。献丑了。理想无恙，铁壁画江山，千里归路曾知长。这是许灵的《望乡行》。礼服清扬，幸福受捆绑，是能家书寄托行。语气自无恙，仗剑凭栏望，一行归雁走魂香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不度玉门长风万里关山路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一眼护家美玉，这人容颜苦。生离是苦，蒹葭黄土，思别是苦，大几杯苦。无情是苦，亦不得不。无情是苦，谁与同沐？无此是苦，竟无归处，无根更是苦。生离是苦，蒹葭黄土，思别是苦，大几杯苦。无情是苦，亦不得不。无情是苦，谁与同沐？无此是苦，竟无归处，无根是这五岳动人也深，其画人也素。这就是许灵藏于歌赋之间，兵法为纲，人性为柔的境界吗？这舞姬绝不简单，只用一曲歌舞便勾起所有人思乡之情，恰好为我的迁都大计做了铺垫。现在是要看我怎样做吗？弟兄们，我们离开年迈的双亲，离开幼小的儿女，离开心爱的女人，一别10载，离乡万里，从西凉一路拼杀到洛阳，战场即是修罗场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走过万里血路，都不得不抛开人性，将自己变成野兽，所以我们今天还活着。你们这些
些吃人的野兽，还记得自己家人的模样吗？还记得吗？很好，那你们还记得当年追随我离开家乡，踏上万里征程时说过的话吗？记得。相国大人，您说过，我们离开家乡是为了建立一个更伟大的家，以天下为家。好得很。董某再问大家，如今我们有的是什么？是天子，是在我们手上的天子。无论到哪里，我们受到万人敬仰的龙，这条真龙，此刻就在我们手里。所以，我们才是天命所归，是王道。作为皇都洛阳，不过是一座木石所筑、早已腐朽不堪的城池罢了。弟兄们，以天下为家，天子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皇都。我们西凉的男儿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皇都。这就是董卓吗？一个敢于挑战世间陈规旧俗、改天换地的狂人。怪不得有人对他恨之入骨，却又有人对他五体投地。什么？不知不觉中，竟然连我也被他的言语蛊惑了。完成之日就在后天。西凉的男儿们，我们要去真正的龙兴之地，我们要一起去长安，去建造一个比洛阳更伟大的皇都。我们西凉人的皇都。董卓的将官们为何如此沉寂？这些西凉人怎么了？一个比洛阳更伟大的皇都，我们西凉人的皇都，伟大！一句连小孩也不相信的谎话，竟可推动将士们的心到如此地步。董卓这个男人果然……二公子，一切正如你所料。我刚刚想到一个发财大计。啊！来，快说！一想到钱，我就精神了。首先，将所有资金集中，全部拿去买木材、砖块等建筑所需之物，广发布条，高薪聘请洛阳、兖州等地工匠。这是做什么？仲达，我们不是有建筑店吗？干嘛还要那么多？当然是因为我们要重建一座洛阳城。开什么玩笑！洛阳还安好啊，为何重建？各位叔伯稍安勿躁，且听我细说。董卓30万大军从西凉而来，补给线漫长，当前战事焦灼，一旦补给线被切断，则必败无疑。再加上兖州补给之计落空，
打破了董卓的如意算盘。西凉兵卒离乡愈久，思乡愈切，士气愈弱。所以我料那董卓必定会放弃洛阳。道理来了。长安位居关中，东有潼关函谷之险，可据关东豪强；向西则直通西凉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当年秦皇高祖皆凭此地夺取天下，实乃龙兴之地。董卓的野心，路人皆知。我实在想不到，天下间还有何地比长安更适合他。透彻，透彻啊，钟大。而且董卓知道，关东众豪强，无论谁人进驻洛阳，必实力大增，成为自己将来争夺天下的头号劲敌。所以，他必会先摧毁洛阳。洛阳虽毁，却仍为中原政经中心和军事要冲，关东豪强皆无视之。到那时，一座百废待兴的洛阳城，到那时，我们便可借机抬高建筑物料和工匠的价格，重建洛阳，以夺先机。老四，大生意啊！仲达，你真是司马家的宝贝啊！料事如神，二公子，你尤胜天下无双。如果你是男人，那就是我另一个许灵；但你是个女人，那就是为我生下杰出孩儿的母亲。霍哥，我已探得董卓班城之事，你那边怎样？做内奸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西凉兵越聚越多了，再加上这里归附董卓的禁军，就算残兵全员出动，也难有取胜之望。火，别管我，快走啊！弟兄到，还不走？难道你想决一死战？你这怪人！奉贤兄，杀内奸你要多少招？5招，5招杀他！哈哈哈哈！好，我也有5招。5招就想杀我？5招就想杀我？你们以为我是谁？混账！内奸另有其人。俺乃大汉10万禁军教头，调教出名将无数，就凭你也想杀我？元泰，你私通关东叛军，密谋劫天牢，叛国者只有死路一条。叛国者？哈哈哈哈哈！董卓挟持天子，若非顾及圣上安危，袁某世代忠良，又怎会屈身于董贼之下？若当真放手一搏，我不信此间有人可以胜我。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禁军教头袁泰，怪不得关东联军劫牢胸有成竹，原来早有内应。华雄，你放眼看看周围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你既然进来了，就别想出去。哈哈哈！整个洛阳城都是西凉军的地盘，打赢我放你走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你不要后悔。头2下子。对下，第1招。两人出招既快且狠，时而不华，各有千秋。别说5招，就算50招，也未必能分出胜负。不愧是禁军教头，你不仅说能5招之内解决他，
连我都做不到。第二招！3招了，华雄，待我教你一件事。少啰嗦！你以为我们脚下的火盆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防不胜防的武器。啊！我的眼睛！我的眼睛！战场上什么都是武器。哎，你应该一早来跟我学习的。只可惜，混蛋！可惜你下辈子才可以拜我为师。第4招。元泰，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战场上什么都是武器。谢谢你教了我宝贵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手啊！放开我！元泰死了，他的部下没有一人跟逃，因为他们知道吕布用不上5招，只用1招就杀了元泰，剩下的4招足够将他们杀光。我永远记得今天，因为我第一次产生害怕的感觉。貂蝉，你怎会这样？因为我是你遇过最特别的女人。出乎意料。如果相国大人再敢闯进来，我就会往这里刺进去。不送了，大人。主公，请息怒。息怒？哦，这感觉真好。愈难得到的东西，愈能激起我的雄心壮志。我感觉到年轻时的自己又回来了。快些，还有10箱，如果少带1箱，便要你们人头落地。还有这只大将军鸡，也给我仔细带好了。陈留啊，不，皇上。哼！要去长安了，你哥哥已经将他的玩具收拾好。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，心智未熟，让小孩子来管天下，不乱才怪。你也是小孩，所以我也有我的玩具。袁绍等关东叛军，看来会立我堂兄为帝。这莫非就是皇陵的？我的天下已危，我们要成功，必要有雄厚的根基。董卓，这是足够我们300年用的资金，与其为他人所取，何不带走？我这玩具，你敢取吗？臣遵旨。初平元年，董卓西迁长安，临行绝汉室历代皇陵28座，尽取其宝。
一划江山，千里归路曾知常。礼服起无恙，幸福受空房，10年家书寄托行。离情自无恙，仗剑凭栏望，一行归雁走还乡。